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，来自耐克的 Sabrina 3。本來想着4代都已經出来了，那就直接測4代算了。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兄弟想看我测一下 Sabrina 3，那就还是测一下吧。之前的1代和2代虽然外觀確實都非常好看，但是實戰體驗都不是特別好。而這一次的3代確實是一個非常成熟、非常可靠的產品。一直在猶豫是不是要下單的兄弟們，可以放心購買。全掌酷栩龙 3.0 加上前掌的 Zoom Air， 算是现在耐克非常经典的一個中底配置，沒什麼特別之處。重量控制做得非常棒，單支42碼的重量在差不多330克左右，而且整體的重量分布也做得非常合理，穿在腳上的實際體感重量十分輕质，完全不會成為我们在球場上的負擔。那至於為什麼我這一次買了42碼呢？因為耐克的女鞋它的尺碼表跟男鞋是不一樣的。我之前也買過42.5的，但是在試穿的時候發現好像怎麼長了特別多，一看鞋標內長居然是275的。大家也都知道正常275內長對應的是43，而女鞋則會比男鞋在相同歐碼的一個情況下內長大5毫米。所以各位已經買了 Sabrina 3或者是其他耐克女鞋的兄弟們，如果你們覺得好像包裹不太行，那大概率是因為尺碼沒選對，比正常選小半碼才是你正常對應的尺碼。OK， 那基礎配置和尺碼選擇差不多就是這樣。如果你對這一雙鞋還挺感興趣，那就跟着當子的節奏一起來深入了解一下這一雙 Sabrina 3代。首先在腳型適配方面，這一次的 Sabrina 3用的是一個正常寬度的鞋楦，而且因為它的鞋面材質並不是特別硬，球鞋側面也沒有硬質板材的補強，所以寬腳的兄弟想要嘗試問題也不是特別大。不過因為鞋頭依舊是這種尖頭的造型，寬腳的話還是建議買大半碼。當然如果你對這種尖頭造型本來就比較反感，那這一雙鞋盡量還是別買了。 Sabrina 3代的鞋面舒適度非常棒，沒有任何彎着點卡腳或者是鞋帶勒腳之類的舒適度方面的問題，而且整一個鞋面的包裹鎖定也非常出色，不管是靜態包裹還是動態鎖定都沒有問題。在做一些側向急停動作的時候，雙腳在鞋內幾乎不會出現位移，在急停激起的時候也不會有頂腳趾或者是掉跟的情況出現。不過它的後跟鎖定並不算特別極致，當然不會掉跟，這一點大家可以放心。跟上一代一樣，它的舒適度以及包裹鎖定都很棒，并且上一代身上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強度方面的衰減，在這一代身上得到了很好的改善。不管是鞋面的衰減還是中底強度的衰減，相比上一代都有了明顯提升。Sabrina 2真的是一雙非常好穿的籃球鞋但是基本上只需要1場球就直接廢了。雖然它的造型確實特別帥，跟科比5非常像，很多人都想拿它來平替科比5代，但是就它的穿着體驗來說，它只能算是科比5 Academy 學院版的科比，給小學生、初中生穿會更加合適。成年人除非有打腳習慣，不然我真的不推薦。而這一次的3代，雖然它的鞋面材質依舊不算特別硬，用的是大量的 Mono 紗，但是它在前後掌做了非常具有針對性的中底向上翻，大幅提升了球鞋的側向支撐。不管做什麼動作，它的鞋面都能很好的兜住我們的雙腳，而且因為它的中段也同樣用的是 Mono 紗的材質，所以透氣性表現非常棒，在夏天穿也完全不會覺得悶腳。而在後跟3代的鞋面明顯做了比較具有針對性的加強，後跟處的鞋面不管是密度還是硬度都會比前中段的鞋面來得更高，內部的港寶硬度也非常可觀，在實戰的過程中能夠一直很好的鎖定住我們的後跟，也能給到我們更加出色的後跟穩定。在鞋面這一塊上，雖然跟上一代的造型不太一樣，但是基本體驗跟上一代的區別並不大，舒適、強度夠，而且還有着非常不錯的透氣性表現。而它最大的一個提升是它的中底，上一代的中底體驗其實也非常棒，但是就是强度衰減實在是有點太快了，而這一代就是在這一方面做出了非常具有針對性的提升，在中足部位加入了一塊硬度不錯的抗扭片。這一雙鞋我穿了大概得有1周左右的時間，中底的剛性基本上沒什麼特別明顯的衰減，不管是中底的剛性還是強度衰減，都足以支撐我們長時間的穿着。中底的穩定性也依舊是它的一大優勢，寬大且平整的外底加上合適的中底高度，外側經典的防側翻角也還是保留了下來，穿它打球心裡就非常踏實，在做动作的时候完全不會有任何的後顧之憂。與此同時，它中底的其他方面這一代依舊表現出色，中底的重心正常偏低，是一個比較典型的後衛鞋高度，場地感和反應性表現都還不錯，而且因為前掌氣墊的面積和氣壓也都比較可觀，在發力蹬地的時候，前掌气墊還能給到我们一定的力反饋，腳底下的響應速度十分迅捷，完全不會泄力。而全掌的酷栩龍 3.0 框架也能給到我們更好的中底腳感。不過跟科5、科6一樣，因為它的後跟沒有氣墊，穿着時間長了之後
後跟不可避免的會出現一些衰減，而在衰減了之後，缓震啊、脚感啊也都会隨之下降。這一點你在購買之前就必須要考慮清楚，能接受再考慮購買。当然，在衰減之前，它的缓震是完全没有問題的，即使是像我这樣体重190斤的人啊，也完全夠用。在单純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時候，震腳的感覺也並不明顯。不過它的跑跳體驗依舊比較平庸，外底的造型跟前兩代一樣，還是比較平整。中底的 Cushioning 3.0也還是調教偏軟，是一個更加偏向於腳感的調教。雖然它有着出色的中底過渡，不管是正常跑動還是蓄力起跳，從後掌過渡到前掌都非常的絲滑，但是對於運動表現的加成並不明顯。靈活性表現跟上一代基本上沒差，3代的前掌依舊非常易於彎折，不管是在做交叉步還是切入動作的時候，它的中底都能一直很好的貼合住我們的双腳，中底所能給到我們的斜角一体性非常棒，对于多脚步的外线球员會非常友好。而且它对於大家的足部力量也沒有任何的要求，不管是什麼體重，不管你的腳底下有沒有力，這雙鞋你都可以輕鬆駕馭。它的外底表現也同樣非常出色，我手上的這一個配色用的是 XDR 的耐磨橡膠，不管是抓地還是耐磨都很不錯。它外底這種由大量字母 S 所形成的同心圓紋路，能給到我們非常棒的止滑效果，並且對於灰塵的敏感度也不高，即使是在有灰塵的場地上，它也能給到我們不錯的抓地表現。而且因為用了 XDR， 所以它的耐磨也特別棒，基本上就是一雙內外场通吃的籃球鞋。現在的價格也比較合適，如果預算夠啊，買來打打外場會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。對了，有一點我需要補充一下，就是這一雙鞋側面的這個橡膠上扳這裡會比較容易出現開膠的情況。我身邊有好幾個買了 Sabrina 3代的兄弟都跟我反饋了這個問題。雖然對於實戰不會有太大的影響，但是我覺得還是有必要讓大家了解到這一個情況。我相信應該還會有部分兄弟會比較在意這些細節方面的東西，對吧？Sabrina 3亞當球鞋主觀評級 A 減，這一次的3代毫無疑問就是 Sabrina 簽名鞋前3代當中性能最出色、成熟度最高，也是最可靠的一代產品。現在4代也已經出來了，我也會盡快給大家帶來4代的實戰體驗。不過我現在肯定還是會更加推薦大家去買3代，畢竟它的價格會更加的便宜，好看的配色也多，性能也沒有任何問題。雖然它的風格傾向並不是特別的明顯，算是一雙定位偏向於外線的水桶鞋，但是好在它在性能方面沒有什麼特別明顯的短板，像是在抓地啊、強度啊、包裹啊以及穩定性這些能夠決定性能下限的點上面，它都做得非常不錯。如果你想要一双带气墊的籃球鞋，同时你的打法又會相對比較偏向於外線，那你就可以去選擇它，而且它一定能給到你還不錯的穿着體驗。不過在這裡我還要說一點， Sabrina 2確實是在外觀造型上面跟科比5就是同一個模子裡面出來的東西，但是這次的3代已經開始在科比的基礎上慢慢有了自己的特色。如果你買 Sabrina 系列的目的是想要用來平替科比系列，不用想，不可能。這一次的 Sabrina 在穿着體驗上跟科比5完全不一樣，風格完全不同。你想要外觀平替，那沒問題，但是如果你想要的是性能平替，完全不可能。OK， 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。再次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的洋洋球鞋，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大家有空來做 ，Peace。